嗨，YouTube，大家好，我是李伟康。龙年快要到了，很多的这个商家、网红、歌手，甚至 DJ 们呢，都纷纷推出自己的贺岁歌曲。而黄明志今年也没有缺席哦，就在昨天呢，他刚刚上传了他最新的龙年新歌啊，叫做《龙的传人》。而这首歌一上传的时候呢，就引发了浓浓的这个辱华的味道。那作为一个趁黄明志热度才有今天的 YouTuber 呢，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和大家来分析一下他的 MV 里面，还有他歌词里面，到底是要传达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当然，在开始之前还是要戴个头盔。以上所有的看法还有揣测呢，都是我自己本人的意见，和原创者呢是并没有关系的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 MV 里面第一个画面的话，那我们就看得到它是有一个青色的公映许可证。而这个公映许可证呢，也就是每一次我们去看中国电影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有的一个 permit 来的。而这个 permit 有什么特别呢？第一个，他就用了第8964号，8964呢，就是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场近代影响中国政治的事件。好，大家可以去 search 一下。第一个出来的呢，就是龙的传人这个标题哦，而这个龙的传人呢，它的这个标题呢也是精心设计过的哦。为什么？你看那个龙的右上角那一边那一点呢，它当然就是不是简单的一点啊，它就是那个形状是有点像新冠病毒的那个形状。而为什么把这个新冠病毒放在这个龙的那一边呢？哈，这个就大家要自己去想一想，它要传达的什么意思了。老铁们，点赞关注看过来，双击666，好。那这个就是一直在中国的影片里面呢，那些博主很多时候会去呼吁朋友去做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的那些 subscribe 啊、share 啊，还有订阅的那个呼吁咯。牧羊犬、反贼、曱甴都给我进来哈！这首歌就是说哈，今天你们一个皇上的那一个角度，他的那个语气说你们都是牧羊犬、反贼。曱甴呢？为什么会说曱甴？是因为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那个运动时候呢，那些抗争者他们就穿黑色啊，穿黑色的衣服，然后就被那个警察说是曱甴的，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由来。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印象蛮深刻的。那因为它的那个旋律啊，很洗脑啊，我们都是人的传人，等我们龙马精神，很容易朗朗上口哦。好，这个就是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有着我们 long 的根。好，因为这个 long 呢，其实在最近的很多新贺岁歌曲里面呢，都是有被用的谐音啊。在这里呢，可以讲你是有一个对你的中国情谊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根。好，同时呢，也可以说是我们男性的那个 long 的根哈。那这个就是有一个谐音梗在里面了。5000年来永远的神，这里就用了一个 YYDS 啦。其实 YYDS 是最近网络很流行的一个用词哦，很多我也是从我小朋友那一边学来的。什么叫 YYDS 哦？原来就是那个汉语拼音的永远的神。好 rap 的第一句呢，就是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这个就是呼应之前有一首我们从小听的那个龙的传人那首歌，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那第一首就是呼应这个歌词了。那他这一句里面讲什么呢？心在祖国，人在伦敦，柬埔寨、缅北、Thailand， 纽约到洛城都是炎黄子孙哈。这里就是有点讽刺说，最近的很多诈骗集团啊，很多诈骗集团呢，其实都是中国的人。好，香烟一根接一根，每天打电话打到凌晨，联系三表弟外甥，call 了全村人，快来加入我们。他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说，最近在缅北、缅甸那一边，或者是柬埔寨那边呢，令得全世界都害怕的这个电话诈骗案啊。其实很多人呢，他们也现在说了，很多时候呢，就是中国人在骗中国人。中国人如果不骗中国人，那就没有人在骗中国人了。好，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那边。好，仇日反美是我的责任。到 YouTube 留言骂假新闻，兄弟情深，留岛不留人，这个也是讽刺啊。因为很多那个小粉红呢，他们都会说我们跟这个台湾的同胞是兄弟情深啊，但是后面呢，他就立刻说是留岛不留人，这个是很常那个小粉红用的一些用词哦。然后都跑去编新加坡人啊，这个就倒是真的哦。其实现在很多的那一个中国首富、中国有钱的人、能够润的人呢，他们都纷纷的跑到去新加坡去当新加坡人了。以前呢，他们就会跑去香港，但是自从这个香港法的这个国安法生效了以后呢，很多中国的有钱人都不会跑去香港，而都跑去新加坡了。
在这里，黄明志他就从他的身边呢掏出了一个秘籍这样的东西啊，叫做抖音真经啊。问题是那个真经的经呢他又用了一个谐音。好，遥遥领先，我买了 iPhone。遥遥领先呢，就是最近这个华为，他之前人家笑他的一个梗啊，因为他在之前的那个发布会里面呢，一直说华为的这一个技术是遥遥领先的，而遥遥领先呢这一个词呢，也一直最近被人作为一个梗来笑了然后他就说他过了罗湖带了3箱奶粉，这个主要是说呢，之前因为在中国那一边他们的那个假奶粉太多了，所以导致很多有条件的人他们都会去过境去香港呢买一些奶粉回来，主要是他们对于中国国内的那些奶粉他们是不放心，然后呢就是要特地去到香港呢买奶粉回来给他们的 baby 喝。不过现在听说那个情况呢是有点改善了哈。那狗热的我最恨，飞过去喝沸水。好，那其实狗热的我最恨其实这个热这个字呢，在中国的他们的用语里面，其实是一个比较粗的用语啊，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这个 fuck 是差不多的，就是操是差不多的。我之前也不懂啊，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人说我热你啊之类，就是说你不要讲这个字真的是很粗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对啊，就是很粗的一个词了哈。所以那狗热的我最恨，飞过去喝沸水。生吞了6盘刺身一起，那也是说这个旅游的现象啦。就在这个疫情后呢，当这个中国的国门开了以后，其实很多人最想去的还是日本。即便上口上呢是说着别人去那边要喝沸水啊，但是呢还是最喜欢旅游的地方呢还是去日本。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最爱传给别人。那传什么给别人呢？我想这个黄明志他要说的可能就是那3年疫情里面传给别人的一些病毒啦。好。在这个画面里面呢，黄明志又掏出了另外一个剧本那个叫做白纸剑法。所以其实你可以注意每一个黄明志他这个 MV 里面每一个掏出的这个剧本呢，那个秘籍呢，其实它都是有一些含义在里面的。这个呢就是白纸剑法。白纸意思是说呢，在中国在前些时候呢，他们有出现了一个白纸运动就是说在中国的朋友他们不可能去大声的抗议，然后就拿了一个白纸。站在一些相关的机构的前面，然后就做一个无声的抗议，所以这个就是白纸剑法，白纸的这个含义在里面。他又用了人人都是龙的传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也是一个很长中共外交部用的梗啦。好，来了，黄明志呢掏出了一把剑，而那一个剑的名字呢叫做华为宝剑而且这个华为呢那个为字是用了虚伪的为好，在这里呢他又用了一些食物就是龙髓汤、龙须汤、五龙羹。龙髓汤呢就是那个猪骨汤，我们这里马来西亚说的猪骨汤。龙须汤呢就是平时我们吃的在天后宫吃的很好吃的那个甜品啦。五龙羹呢，据我在网上查呢，它就是广东的一个小菜啦，就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菜这样子的。好，有着我们龙龙的根然后就来了我的龙根能屈能伸这个就是有一个黄色梗在里面了。好，而在这个画面呢，黄明志掏出了一个剧本叫做反送中权所以这个反送中呢也是对应2019年在香港发生的一个运动啦。好，在这个画面呢，黄明志用了很多布条，然后那个布条呢其实每一个都有含义的，比如说是8964龙的传人韭菜好吃全民脱贫爱国爱党，永远的神，全数通过，还有最后一个不能够忽略的，那就是武统天下。好，就说明了呢，在这个说辞里面呢，每一天他们那个小粉红在口中都说的要武统台湾要武统天下的。在这个画面呢，作为那个小熊维尼的皇帝呢，他就拿了4个牌，就是爱骗人、辱华、娘炮还有假唱。因为据说在中国的有一个传说是这样子每当有什么不利这一个政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找一些艺人呢随便掏一个东西给他们，然后或者是挖他们的一些黑材料从而转移那一个事件的关注度的。好，这一句歌词，报告皇帝，首富的钱已经动态清零这一个也是很讽刺因为从2020年到现在呢，中国的首富或者是前10名的首富呢，那些富翁呢，其实看起来他们的那个情况是非常不妙的。就比如说最明显的那个前首富是许家印啦，还有那一个黄建宁啦，
下场最好的反而是马云啊，他最近呢还是能够把他的全部财产，把那个蚂蚁金服交给这个中央的党以后呢，他目前还是能够保全一个权势啊。我们说，所以呢，在中国呢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如果你富可敌国的话，那一般上你的那个下场呢也是会不太好啊。好，关于这一个中国首富的事情呢，有机会我再做一个影片和大家分享哦。好。那有人说黄明志拍了这个 MV 以后是不是不能够去中国啊？我是比较担心他去了以后出不来。好了，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一起学龙教，就是对应之前很红的这一个空龙康浪康朗康啊，还有那个求佛，那个求佛的这个舞蹈在那个抖音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红的。那后面的这个歌曲呢，我觉得黄明志他主要是想讽刺这个抖音的现象哦，就是说，比如说，注意看这两个男人真的太狠了，小帅和商标，其实这些词都是我们一直在看中国的抖音或者是一些人家剪辑出来的小视频啊，人家搬运工的时候呢，很常出现的一些语音哦，所以之后就是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龙虾、龙马精神啊，这个是的确他是有拿到那个梗在里面的。然后在这个 MV 的最后一部分呢，他们就跳在那个科目三的时候，而在右手边有看到那个道具组真的很用心哦，还出了一个光伏诊所。这个光伏的这两个字呢，就是在前些时候在香港发生2019年的时候，他们是用的那个光伏香港的一个口号，然后放在里面。我想也是特地的啦哈，也不是巧合的。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龙虾、龙眼、龙马精神。好，它这个歌词，它的旋律呢，的确是能够朗朗上口啊。所以在这个MV 里面，为什么说里面充斥着这个辱华的元素呢？从我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是一看到会心一笑的啦。然后看到这里他又加了一些东西在里面，然后那边又加了一些东西在里面。那当然和上一首玻璃心还有墙外比起来呢，它的这一个龙的传人，它的搞笑成分就比较多了哈。那个玻璃心呢，在我心目中还是辱华神曲的第一名啊。黄明志曾经说过哦，在他的影片里面，他都很感激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所以他都会把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呢都放上去了。但是这一个 MV 里面呢，出现了很多被马赛克的工作人员，而这些人刚好呢，可能是跟中国还有一些生意上的联系啊，所以为了要保护他们呢，就把这个名字马赛克起来。那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为止了。如果你对这个黄明志的《龙的传人》这个影片，如果有什么说漏的话，也请欢迎在留言中呢留言给我知道。而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 MV 的话呢，我也把这个链接放在我的说明栏里面，你点击就能够去听到黄明志的《龙的传人》这首歌了。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 like、分享还有 subscribe 我的频道。我是李伟康，我们下次再见。